穿越回到古代，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从人贩子手里买几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回家，别人都背地里骂我是变态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每收一个仆人，系统每天就会补贴我10块钱，10块钱可以买5斤大米，5斤大米转手一卖，又可以卖50文钱。初到古代的我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倒卖大米，买了3个豆芽菜一样的小丫头，3个小姑娘吃尽了这个时代的苦，就连吃饭都要求只喝最稀的粥。锦衣，我都说了好多次了，不要这样区别对待，我也不缺这几碗粥。老爷，我们能吃到粥已经很好了。锦衣的眼睛里露出了疑惑不解的神情，这辈子长这么大也是她第一次喝上白米粥。算了，随你们吧，饿了自己再吃，一会儿我要出门一趟。我看着锦衣盯着我一动不动的样子，有些疑惑。锦衣有什么问题吗？老爷，我们3个准备把院子收拾一下，种上菜，这样过2个月咱们就可以吃上院子里的菜，能省不少钱呢。不用，咱们应该不会在这里住很久。我刚说完，就看到几人脸上露出惶恐不安的神色。我没有过多的解释，毕竟系统每天会补贴每个人10块钱这个事情，我打算烂到棺材里。吃完饭我就出门，一路走到了牙子的门店。刚进门，一个年轻的牙子就迎了上来。赵老爷，您可是来得巧了，今天正好是有几个好货色。听到牙子的话，我的脸一黑。我来牙子的目的是为了再多买几个人来薅系统的羊毛，没想到这在牙子的眼里变成了奇怪的癖好。我义正言辞地回绝了他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您跟我来。跟着牙子没走几步，我就发现一个年轻的妇人正被吊在墙上。这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吊起来？会，赵老爷，不知道您听说过蔡人吗？蔡人？就是您想的那个蔡人，他本来是一个书生的小妾，游学到咱们这里，身上的钱都用光了，又遇上了100年一遇的灾荒，这妇人没有办法，自愿卖身成为蔡人，才给书生凑够了回家的盘缠，一会儿他就要被送到肉摊上去了。我被这赤裸裸的现实给震惊到了，怪不得家里的3个丫头米饭都不舍得吃，看来这粮灾比我想象的要严重。正在此时，我的脑海中响起一阵声音：恭喜宿主新增团队成员1名，目前每日补贴20元。肯定是锦衣的考核期已经过了。这时牙子带了2个看起来就营养不良的人走到我的面前。娘，你不要卖我好不好？我一定好好干活，给爹买药吃。赵老爷，您看这个丫头怎么样？挺不错，要是愿意跟我走，我就买下了。不急，赵老爷，您看这丫头这么水灵，要不要再加一点？我愕然地看着牙子，这营养不良跟水灵哪里有半毛钱关系？再有其他合适的再联系我吧。我转身就要走。等等，赵老爷，价格好商量。我没有理会牙子的话，继续往前走，但此时一双手拽住了我。我卖。这个小姑娘的母亲说完这2个字，就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我也没再多事，丢出2块碎银子给牙子，转身带着这个刚买的小姑娘回到了家。老爷您回来了，这个小姑娘是……这是我刚买回来的，以后就叫赵景元吧，还要给她洗个澡，身上都有味道了。把新来的赵景元丢给了锦衣，我就回到了屋子里开始盘算起来。系统每天每个人补贴10块钱，现在只有我和锦衣，剩下的2个考核期可能也快结束了，这样每天就能有40块钱，换算成大米就是20斤，可以转卖200文。这样算下来，低调发展计划应该可以提上日程了。想到这，我不再犹豫，叫出系统道：系统，给我在附近找一块不容易被人观察到的风水宝地，在方圆100里内选择合适的地点，需要100元，是否确认？我一下子被刹住了车，悻悻地说道：算了，现在还没有钱，改天再说。正在这时，锦衣走了进来道：老爷，该吃饭了。我跟着锦衣来到桌子前，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除了我是米饭之外，其他人都是清澈见底的米汤。这时一旁的赵景元吞了一下口水道：老爷，几位姐姐，你们吃吧，我不饿，我只要吃1小碗野菜粥就能吃饱，不用吃米粥的。快吃吧，我们早上吃过的，也是米粥。看着赵景元有些拘谨的样子，我说道：景元，你快点吃，还有你们也是，一会儿我有礼物给你们。这个女孩只是把家里的大米饭换成了窝窝头，就引起了老爷的不满，被吓得跪到地上，大气都不敢喘。老爷，您今天又买了1个人回来，所以我担心。对不起老爷，家里还有鸡蛋，我去给你煎2个鸡蛋。赵百惠看着锦衣的样子，心里暗暗自责，舒缓语气说道：多煎几个，大家都吃，都跟你说过了，我有钱，不用担心，你这小管家婆到处瞎操心。过了一会儿，锦衣端出来几个煎鸡蛋放在桌子上。看来这小丫头是在自责，这么小还在长身体，给她加个鸡蛋补充一下营养吧。别说话，吃饭。锦衣看着老爷夹来道鸡蛋，双眼通红。如果这是梦，那我希望永远都不会醒来。
第二天天刚亮，公鸡打鸣的声音就把赵景元吓了起来。锦衣姐姐，我起来干什么活？我们没什么活要干，老爷起得很晚，所以做饭也比较晚。我是习惯了早起睡不着，你还是再睡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和锦绣、锦文一起起床就行。好的，锦衣姐姐。赵百惠这时也起了床。锦衣，我出门一趟，你们记得自己吃饭。知道了，老爷。我睡不着了，锦衣姐姐，有什么我能做的吗？锦元，既然你起来了，我就要跟你说一下，你也知道外面现在的粮食有多贵，老爷一个人要养我们这么多人，我们不能只吃白饭。锦衣姐姐，我知道，我家里就是因为没钱买粮食，才把我卖到牙子的。你说做什么，我听你的。锦衣指向一边的菜园子。我和锦绣、锦文商量了一下，要把这个菜园子收拾出来，这样我们几个月后就可以种出来一些青菜补贴家用。另一边，赵百惠拿着系统今天到账的钱，买了20斤大米到粮店，换了200文钱，又回到家里。锦衣，是我，开门。老爷，您回来了。赵百惠看着锦衣一身的土，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怎么搞了一身的土？我们想着闲着也是没事，就想把这菜园子收拾一下。赵百惠叹了口气，不是说了不让你们弄吗？咱们在这里不会住很久。好了，锦衣，把大家都叫过来，我有事情要宣布。好的，老爷，我这就去叫他们。不过一会儿，4个小豆芽菜都站到了赵百惠面前。赵百惠从怀里拿出一个钱袋子道：“今天有一件大事，就是要给你们4个开工资。”老爷，什么是工资？工资就是月钱。锦衣点了点头，哦了一声。那老爷，什么是月钱？呵呵，几个见识浅薄的小丫头，你们知不知道大户人家丫鬟都是有月钱的？一旁的锦绣吃惊道：“签了卖身契还给钱？当然了，大户人家都是这样。你们几个不是丫鬟，那就是给你们零花钱，都是差不多的意思，每人每月100文钱。这不会是遣散费吧？是不是我们这几天吃的太多了？都怪我。”赵百惠看着几人有些沉重的样子，也知道了几人在想什么，将钱强行塞到几人手中道：“想什么呢？你们都被卖给我了，一辈子都得跟着我，将来就算是死了，也不准卖到别的地方。”景文擦了擦眼泪，大胆问道：“老爷，这钱真的给我们啦？想买什么都可以。”对，就是你们自己的钱，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丢到井里我都不管。好，我又不傻，才不会丢到井里。好了，钱发了，我要去睡回笼觉了，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。赵百惠说完就走回了屋子，留下锦衣几人面面相觑。锦衣姐姐，我爸爸病了，不知道怎么样，我想把这钱拿回家给我爸爸治病，老爷知道了会不会不开心？应该不会，老爷也说了，这是我们自己的钱了，完全自己做主，你想拿来做什么都可以。几个丫头叽叽喳喳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今天都回家一趟。锦元，你等等，这钱你拿着。大姐，我不要，我还不起。老爷不是说了吗？这叫月钱，以后月月都有，下个月还我就好。可是钱给了我，你不回去吗？景元刚说完，一下子就被锦绣捂住了嘴。锦衣也没在意，想了想，皱着眉道：“回去给钱可以，但是不许说这钱月月都有，就说是老爷给的赏钱。”说着说着，锦衣声色严厉道：“谁以后家里人不懂规矩，月月想来老爷这拿月钱，就不要怪我不跟你们讲情面了。”几个丫头想了想，如果说这是月钱，那锦衣的担心恐怕会真的发生。大家都认真的点了点头，几个妹妹都离开了。锦衣默默回到屋子里，坐在床上，眼泪突然滑落，放声大哭。就在此时，赵百惠缓缓走了进来，抱住锦衣。可怜的丫头，锦衣，我赵百会给你取名叫赵锦衣的时候，就决定了以后拿你当亲妹妹对待。所以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一个哥哥，会照顾你，会为你准备嫁妆，让你风光出嫁，为你遮风挡雨，不让任何人欺负你，哪怕这个人是你的亲爹都不可以。锦衣的双眼彻底模糊，抱住赵百惠放声大哭。哥哥，3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小姑娘，这辈子还是第一次领到工资，每人拿着100文钱，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，只剩下锦衣和赵百惠2人。老爷，咱们真的不要住在这里了吗？锦衣很喜欢这里吗？锦衣点了点头。老爷，这里好大，有好几个房间，还可以种菜，等菜种出来，我们就可以拿菜出去换粮食吃了。锦衣，这个地方还是太小了，系统，给我在方圆100里寻找一个适合低调发展的地方。
D 扣除100元，正在搜索，搜索完毕。该地距离青牛镇约15公里。系统搜索完毕后，具体位置已经自动出现在赵百惠的脑海里。锦衣，你想不想去看看我们的新家？新家，对，新家。新家可以种菜吗？不仅你可以种，还可以雇人来种都可以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多种菜，等菜种出来就可以补贴家用，老爷也不用太辛苦了。锦衣想去看。另一边，景元带着200文钱走到了原来的家门口。景元的二弟看到后，欣喜地跑过来抱住了景元。大姐，你回来了。这么干净的衣服被搞脏了，回去恐怕会被锦衣姐姐说。算了，先不管了。景元的母亲听到声音也走了出来。大丫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下一刻，母亲就面露恐惧。你这丫头怎么胆子这么大，竟然敢偷偷跑回来？快跟我回去，去跟老爷道歉。说着，一把将景元身上的二弟推倒在地。娘，我没有偷偷跑，我是请了假回来的。请假？你昨天才过去，这才1天，人家就给你假，你当你娘是傻子吗？唉，娘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请了假的。我回来也是因为有事，等会我看看爹，就要赶紧回去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屋子里传来了景元爹的虚弱声音。大丫，是大丫回来了吗？爹！景元红着眼叫了一声，一行人就走进了屋子。屋子里一个男人躺在床上，看到景元第一眼，男人就流着泪说道：大丫，爹对不起你。景元也抹了抹红了的眼睛。爹，你别这么说，我过得挺好的，住的房子不漏风不漏雨，晚上睡觉也有被子，吃的比家里好得多。我回来是因为昨天老爷有喜事，今天给了赏钱，我拿回来了。爹，你一定好好养病。喜事，赏钱。景元爹一愣，目光透出无限哀伤。畜生啊，畜生！景元有些疑惑父亲的话。娘，爹这是怎么了？大丫，跟我进里屋，娘给你检查一下。景元被母亲拉着走进里屋，很快检查完，走了出来。景元娘在丈夫耳边小声地解释了一下。娘，这是200文，100文是我的，还有100文是一个姐姐的，她好像没有亲人，就把钱借给我了，以后我再得到赏钱再还给她。好人啊，都是好人，没想到你这丫头这么有福气，遇到好人家了。回头我和你娘一定要给赵老爷立长生碑。此时的景元更困惑了。这说的好人和畜生难道都是老爷？娘，我回来有一会儿了，也该回去了。此时赵百惠带着锦衣和王工头来到了青牛镇外10几公里，寻找建宅的地方。王老板，辛苦您了，就按我说的来。赵老爷，您放心，这行我干了半辈子了，绝对按照您的要求来，只会更好。王叔叔，锦衣也相信你，你会把锦衣的家建得漂漂亮亮的，对吧？小锦衣放心吧，都交给王叔叔。很快10几天过去，一座3进的大院子平地而起。赵百惠和几个小丫头正在门口仔细打量着自己的新家。老爷，以后这就是咱们自己的家吗？是的，这宅子很简陋，等以后有钱了，我们就考虑推倒重建。此时系统的声音也在赵百惠脑海中响起。丁，万里之行始于足下，恭喜获得固定据点，奖励团队级抽奖1次。还是得搞钱啊，这么个破院子就花了我20天的补助。几个小丫头跟着赵百惠进了宅子后，就开始兴奋的叽叽喳喳。锦衣姐姐，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吗？我也不太确定，这里好大，我一会儿问问老爷，这些屋子是不是都是我们的？锦衣询问赵百惠，确定了这都是自己的家之后，几个人开始了大扫除。很快就到了晚饭时间。吃饭之前，咱们先开个会，就叫第一次家庭会议。老爷，什么是家庭会议？来，锦衣，这几个本子和笔，你们1人1份。锦衣拿到本子后，惊奇地发现上面还有3个字。老爷，这是锦衣的名字吗？锦衣不识字，只认得1、2、3、4、5。以后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，所以需要你们帮忙做事。老爷您放心，锦衣一定好好做事，把您和这个家照顾好。我说的是事业的事，大概就像镇上那些掌柜做的事情。掌柜的，
老爷，我们也能做掌柜的吗？此时锦衣在一旁听明白了，老爷不但给我们饭吃，还要教我们做事。以后我一定要帮老爷开全镇最大的酒楼，不，全县最大的酒楼。穿越回到古代，系统每天每人补贴给我10块钱，我用补贴的钱把倒卖大米的营生做得风生水起，还盖起了一座自己的宅子。在搬家第一天晚上，我和几个小丫头商量起了接下来的安排。我准备雇佣长工，只要负责在周边开垦荒地，或者在家里做工。招募人数和工钱咱们要好好商量一下，毕竟咱们现在也不算富裕。锦衣听到这话有些好奇地问道：老爷，您打算开垦多少亩荒地呀？还不确定。锦衣，如果先招募20个人左右，一天需要支出多少工钱？锦衣盘算了一下，老爷，如果是普通农户家，一户5、6个人，拥有2、3亩地，一年下来缴了税，留下一半粮食吃，一年下来就只剩下1两银子左右了。如果老爷愿意少收点税，应该能够吸引一些人过来的。我不打算收税，也不给分地，这些地我打算种一些其他作物。如果只给工钱的话，锦衣你说给多少才合适？如果要自己买粮食，那一户人家一年大概要花1两多银子吧。买粗粮，做粗粮野菜饼子也能生活下来。锦绣在旁边点了点头，差不多。我以前在家吃饭都是野菜占大头，一家人1两银子肯定是够了。那这样，我们就一户人家每个月300文钱，先招募几户人家试试。锦衣听到300文有些吃惊，一个月300文，一年可就是3两6钱银子。老爷，真的要给这么多吗？多吗？还好吧，算下来雇佣一家人，一个月只需要30块钱，还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吗？这时锦绣有些扭捏地说道：老爷，真的男女老少都可以吗？那我可以让我爹娘来吗？锦衣听到这话，对锦绣怒目而视。锦绣，对不起，老爷，我说错话了。锦绣别怕，锦衣不要吼妹妹，反正我需要人手，用谁不是用呢？锦绣，你家人要是愿意过来，那就叫过来吧，其他人也都可以。赵百惠吩咐完了以后，就回了房间，只剩下几个小丫头坐在桌子前看着锦衣，没有动也不敢随意离开。刚刚你们也听到了，老爷一个月愿意给300文，你们也知道现在外面的样子，其他的老爷不但不给工钱，还要收很重的税。我希望如果你们家里人来了，你们要摆正位置，咱们现在可都是老爷的丫鬟，你们都姓赵，这里才是你们的家。我说的大家记住了吗？几个小丫头异口同声回答道：知道了，大姐。第二天，几人的家人都来到了宅子门口，本想亲自接待的赵百惠，此时却被锦衣威胁了。锦衣，为什么不让我去？老爷，他们是下人，您是老爷，怎么能让你去接待他们呢？您要非要去，那也可以。赵百惠有些疑惑，怎么一会儿不让我去，一会儿又可以了？如果您非要去的话，那我今天就离家出走。哼！好吧，好吧，锦衣别生气，那接待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一群人已经在宅子门口等了很久，锦衣才带着3个小丫头姗姗来迟地走出来。各位叔伯，我是赵锦衣，我代表老爷欢迎各位的到来。人群中瞬间喧嚣了起来。这就是传说中帮主人家管事的大丫鬟了吧？说话做事可真气派呀！是呀，我家小丫头都跟在后面，连话都不敢说。唉，要是大丫以后也能当上管事丫鬟就好了。你们都是锦绣、锦文、锦元的家人，不用太激进，但是也要守府里的规矩。我们家老爷也不是苛刻的人，只要你们守规矩，老爷自然也不会亏待你们。守规矩，我们一定守规矩。锦衣看到这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接下来又有些凶狠地说道：府里的规矩不多，首先要注意有没有人招呼，否则绝对不允许踏入后院。要是有事，也要在门口禀告。谁要是触犯了规矩，就不要怪我赵锦衣无情了。在场的10几个人都被锦衣的话吓得大气都不敢喘。随后锦衣缓和了下语气：你们可以住到中院，一家挑2个房间先住下，如果不够住再跟我说。锦绣，你们几个带着各自的家人安排一下。叔，姐姐。训完话后，锦衣回到院子里也俏皮了起来。躲在墙后面一直看着的赵百惠也对锦衣竖起了大拇指。锦衣，刚刚我偷偷过去看了，听到你训话了，
做得不错，比我强。锦衣，以后咱们这个家可全靠你了。锦衣有些不好意思。老爷您就别取笑我了。锦衣走后，此时宅子外的众人也赶上前跟3个丫头讲话了。景文娘拉着景文说道：小妮，我们住哪里？景文听到这个称呼有些不适应。娘，以后都不要叫我小妮了，就叫我景文吧。你这丫头说什么胡话呢？我都叫了你。这时景文娘被丈夫拉了一把。听丫头的，景文多好听啊，别让丫头的同伴笑话她。景文娘一愣，目光有些黯然，勉强扯出一个带着点讨好的笑容。那就麻烦你了，景文，帮我们安排一下住处吧。这个女孩小小年纪就签了卖身契，被卖给了大户人家，拿到银两的家里人看女儿生活优渥，竟然又得了红眼病。丫头，你说这赵老爷真的能给我们1个月300万呢？这是老爷亲口说的，爹您放心。正在这时，锦衣找了过来。锦绣，你这边忙完了的话，就赶快过来帮我一下，今天老爷要请大家吃饭。锦衣姐，我已经忙完了，我现在就来。锦绣转头对娘说道：能，你就搬到最里面那一间就行，我先去忙了。丫头你去吧，我们自己过去就行。锦绣快步跟锦衣走进了里院。锦绣，老爷今天说要请大家吃饭，但我们的东西不太够了，老爷刚才给了我1两银子，让我找人去镇子上买点肉，这个任务交给你怎么样？没问题，锦衣姐姐，我让我爹跟我一起去。锦衣把手里的1两银子递给锦绣。外面有牛车，现在出发的话，应该晚上就能回来了。正在锦衣锦绣交流的时候，外面的锦绣爹也遇上了熟人。这不是丙阳子吗？你怎么也来了？胡三，他怎么也在这里？哼，之前不是看不起我卖女儿吗？怎么了？你不是也一样把女儿卖了吗？景元爹正想争执，被妻子拉了一下。孩子他爹，别给孩子丢人。我跟你可不一样，你是因为欠了赌债卖儿卖女。我警告你胡三，既然来了就安安分分的，要是让我知道你在小偷小摸的，我就替赵老爷打断你的腿。你放屁，谁小偷小摸的？你这病秧子别在这败坏我的名声。锦绣爹刚想动手，锦绣就从里院走了出来。我找你有事。我今天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丫头什么事？老爷给了我1两银子，让我跟你去镇子上买些肉食。锦绣爹转了转眼睛道：银子呢？在这里。丫头，我自己去就行了，这路上也不太安全。锦绣有些犹豫。可是锦衣姐姐是让我跟你一起去的。你这丫头怎么不懂变通呀？你看今天院子里这么忙，你不应该多帮一帮那个管事的丫头吗？爹说的也对，那我就留下来帮一下锦衣姐姐，这样锦衣姐姐也能轻松一点。那爹，你记得一定要太阳落山之前回来，不然做饭就做不完了。锦绣爹从锦绣手里拿过银子道：放心吧。锦绣爹拿着银子，赶上牛车就往镇子上出发。此时锦衣正集合起了院子里的女人。大家也知道今天晚上老爷要请各位吃饭，但是这做饭的任务还是要你们来做。锦衣小姐，你就说吧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听你的。锦衣指着旁边的屋子说道：旁边就是厨房，今天你们要做的就是把里面的厨具重新清理一下。现在大家先把粥熬一下，等一会儿肉食买回来之后，做几个拿手的菜吧。说到这，锦衣正色道：家里的米多少我都是有数的，不要让我发现谁的手脚不干净。老爷每个月给你们300文，这么好的条件，你们出去打灯笼也找不到了。我们晓得。几个女人在锦衣的安排下开始干起活来。天色渐晚，但出去买肉的锦绣爹始终不见踪影，锦衣也有点着急了起来。锦绣，肉食去买了吗？锦衣姐姐，我爹说他去买了。那他人呢？这我不知道。锦元爹和妻子此时正在赵宅门口等着肉食。这该死的胡三，不会又去躲了吧？不能吧，这钱也不是他的呀。正在这时，一个赶着牛车的身影出现在了拐角，牛车缓缓在门口停下，锦绣爹从车上下来，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不动。胡三，买的东西呢？锦绣爹一言不发。你说话呀！这时锦衣在锦绣的陪同下走了出来，锦绣爹看到锦绣径直走过来跪下。锦绣，帮帮爹，那钱输没了。锦绣听到后瞬间红了眼。你怎么能把那钱拿去赌？那不是咱们的钱啊，那是赵老爷的钱，
1两银子可是足足1000文呢。我以为能赢的，1两银子只要赢一次就能赢2两。我想着能有这2两银子，咱们家也能置半个1亩地。锦绣有些无助地看向一旁的锦衣。锦衣姐姐，这怎么办呀？锦绣爹这种人一定不能让他留下，这次能赌，下次还会赌，我一定要跟老爷说。锦绣，这不是咱们的钱，是老爷的钱，老爷的钱不能平白无故的丢了，你懂吗？咱们做不了这个主。锦绣一下子跪在地上道：我懂，锦衣姐姐，可是老爷会不会报官把我爹抓走？锦衣此时看锦绣还有求情的想法，有些生气道：锦绣，你知道1两银子有多少吗？现在外面就算买个人回来，也就2、3两，1两银子能让很多人活命了。锦绣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你要知道，咱们俩都是老爷的人，这事要怎么处理，还是要看老爷怎么说。锦衣独自走进赵百惠的屋子，将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然后跪倒在地上，红着眼说道：老爷，这个事情都怪锦衣，是锦衣没有认真把事情办好。那个胡三爷可恨，竟然拿着老爷的钱去赌，可是锦绣年龄还小，还请老爷不要怪锦绣，锦衣愿意拿月钱来补这1两钱。因为弄没了买肉的1两银子，锦衣小管家跪在赵老爷面前：老爷，都怪我，我应该直接把钱交给锦元伯伯去买的。赵百惠把地上的锦衣扶起来，有些宠溺地说道：没事的，锦衣，这件事不怪你，也不怪锦绣，毕竟他们是第一天来，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人，用这1两银子能认清一个人，我觉得还是值得的。锦衣有些羞愧道：是锦衣没有做好老爷说的事，没有管好家，这1两银子还是从锦衣的月钱里扣吧。不要难过了，锦衣，咱们还要出去把后续的事情处理一下。正在锦衣和赵百惠说话时，门外的锦绣娘正拉着锦绣在交代着什么。丫头，你听娘的，一会儿如果赵老爷要报官的话，你一定要听赵老爷的，千万不要替你爹说话。锦绣似乎也是意识到了什么，双眼通红道：为什么能这样？爹得救。丫头，你能找到个好人家不容易，如果让赵老爷不喜，你以后在这家就完了。你爹也不是第一次赌了，娘这辈子算是完了。但你不行，你还小，你不应该承担你爹犯下的错误。更何况丫头，你已经签过卖身契了，你是赵老爷的人，记住了吗？锦绣有些难受的点了点头，知道了。能。这时赵百惠领着锦衣走出了房间，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锦绣爹的事情，都聚在院子里。要我说，就应该去报官，这胡三爷不是第一次赌了。对呀，1两银子也不是一个小数目。赵百惠听着嘈杂的声音咳嗽了一下。大家安静一下，下面我们来说一下锦绣爹这个事情。此时站在最前面的锦绣娘面色如灰。赵老爷对不起，我丈夫胡三犯下的错误我们承担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您要是报官的话，我们也认了。锦绣娘拉了一下旁边的锦绣。老爷，我……锦绣刚开口说话，赵百惠就打断了他。胡三，你还算不算个男人？自己犯下的错误，让别人在这给你承担。锦绣爹浑身一震。赵老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您要是报官抓我，我认了。能不能不要为难锦绣娘他们？哼，老爷，要我看报官抓他，真的是太便宜他了。咱们丢的银子可是回不来。要我看，不如就让锦绣爹在咱们这工作，把银子还完了再说。安全问题，以后不让他靠近宅子就好。算了，毕竟是锦绣的爹，闹得太难看确实不好。毕竟府里就我一个人跟4个小孩子，万一这胡三发起疯来，确实是个大问题。看来找护卫的事情要提上日程了。那就按锦衣说的来办。还有，我再宣布一件事情，锦衣是我的妹妹，以后这府里的事情我不在的话，都由锦衣说了算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对了，锦衣，今天的晚饭看来是吃不成了，一会儿你给各户都分一点米吧。好的，老爷。说完，赵百惠就回屋子了。好了，大家每户派一个人去厨房找锦元领米。人群一下子散开，都去厨房排队领米了，只剩下锦绣一家人。锦衣小姐，谢谢你帮我们。锦衣姐姐，谢谢你，不然我爹就要被抓走了。锦绣不用谢，咱们都是老爷的人，那咱们就提前说好了。锦绣爹娘，你们以后每个月发的月钱就留下足够吃饭的，剩下的就用来还老爷银子，直到还完为止。我们晓得了，锦衣小姐。锦衣满意的点了点头。
端庄的走回屋子，把门一关，就忍不住俏皮的吐出了舌头。刚刚真的好紧张，管家好难呀！我以后一定要更努力，不能再让今天的事情发生了。赵百惠一直看着锦衣进门后的样子，有些好笑道：“怎么了？咱们锦衣小管家紧张了？”声音让锦衣吓了一跳。老爷，你怎么在这？我刚才就进来了。我没看到，老爷你没看到什么吧？看到什么？锦衣在跟蛇一样吐舌头吗？锦衣一下子羞红了脸。不对，老爷你什么都没看到。另一边，大家都在找景元排队领米。景元娘拉着丈夫到一边说道：“他爹，一会儿你可不能看着是景元在分米，就多领啊。”放心吧，你当我是胡三呢？算了，要不还是让锦元他二弟去领吧，咱们还是不过去了。景元爹转头对景元的二弟招了招手：“一会儿你排队去领米，不准多领，知道了吗？”知道了。等你领回来了，过年爹给你找根猪尾巴，给你解解馋。景元爹转头对妻子说道：“我这招怎么样？对了，咱们这不算是雇佣童工吧？他娘，你怎么看？”我看行。另一边屋子里，赵百惠也开始跟锦衣说起接下来的计划。锦衣，你说咱们卖酒水怎么样？酒水？锦衣有些疑惑。老爷，酒水是什么？很赚钱吗？我都快忘了锦衣还是个小孩子了。她一个小姑娘怎么会知道酒水呢？酒水很赚钱，卖酒水这件事咱们还要徐徐图之。我被发买到人牙子，牙子不但让我做最重最累的活，还说要将我卖到青楼。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，还好老爷出现在了我的眼前，不但给我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锦衣，还将好大的一个赵府交给我管理。赵百惠有些尴尬道：“锦衣，怎么？我在你日记里都快变成了救世主了。”老爷，如果没有你，锦衣早就被卖到青楼了，哪里还能像现在这样，天天都能喝上白米粥？我不写了，锦衣，日记这个东西一定要自己写才行。锦衣听到有些扭捏道：“可是锦衣还不会写字。”那就等你会写字了再写。就这样，不准再说了。这帮别人写日记，跟死前忘记删浏览记录有异曲同工之妙啊！我尴尬癌都快晚期了。锦衣听到赵百惠的话，垂下头道：“锦衣知道了。”走吧，锦衣，今天天色正好，咱们去院子里转转。锦衣跟着赵百惠，刚走到院子里的池塘边上，这时锦绣、景文、景元也睡醒了，来到了院中。你们都起来了呀？锦绣三人一听这话，瞬间清醒。对不起，老爷，是我们起得太晚了。赵百惠挥了挥手：“不是你们起得晚，是我一晚上没怎么睡。”老爷一晚上没睡觉吗？赵百惠点了点头。我昨天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我们不能坐吃山空，我们需要找新的办法赚钱了。难道是老爷昨天说的酒水？幸亏我提前打听了一些情况。不瞒你们了，我打算生产一些酒水去镇子上卖。我看青牛镇聚集了周围村落的富人，生产酒水应该不会亏本。锦衣你怎么看？老爷，镇子上普通的酒水一斤的价格在10文到30文左右，普通人家很少喝的，只有一些特殊节日才会买一些。只是咱们想要生产酒水，恐怕弄不来那么多的马。赵百惠愣了一下：“啊，生产酒水要马做什么？”锦衣昨天听下面的妇人说，酒水就是马尿，马尿难道不是从马身上出来的吗 ？No！ 赵百惠当场大脑超载。这时站在一旁的锦绣认同的点了点头：“老爷，我娘也说过，酒就是马尿。”好家伙，直接破案了！妇人是哪个都找到了。锦衣、锦绣，咱们做的酒水跟他们不是一种，咱们这个不需要用到马。太好了，如果不需要马的话，就不用买马匹了。现在外面的马匹价格恐怕家里不一定能负担得起。老爷，那锦衣没有问题了。锦衣乖巧地退到一边，不再出声。好，那咱们就这么决定了。老爷，我负责制作好制酒的装置，到时候锦衣你们4个就负责好酒房的生产，我来负责往返镇子卖酒水。咱们赵家的酒水一定能大卖。锦衣相信老爷。赵百惠讲完后，就快步走回屋子。等到四周无人的时候，呼唤出了系统。系统，给我出来，给我兑换一个蒸馏装置。检索中，小型蒸馏装置售价500元，请问是否兑换？穿越者必备蒸馏酒，我他妈来了，给我兑换。兑换成功，已经自动储存在系统空间。在赵百惠兑换时，几个小丫头却还在原地商量着什么。老爷说要生产酒水，可是我听说这酒水生产起来很麻烦的，咱们镇上都是不能生产的。
现在镇子上的所有酒水都是从县城里运来的。我不太懂，不过我可以回去问问我娘。三人目光看向景元，这我也不懂，我爹也不喝酒，应该也不懂吧。锦衣看大家说的差不多了，才说道：我刚刚听了一下，咱们都不太懂酒水，可是老爷说要做酒水，咱们一定不能掉链子。景元，你爹娘都是不喝酒的，对吧？是的，锦衣姐姐。那等酒房弄好了，就让你爹娘去酒房帮忙。好的，锦衣姐姐，我一会儿就去跟我爹娘说。锦衣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转头看向了锦绣，低下头沉思。锦绣爹胡三，昨天就赌没了老爷的1两银子，还是个饮酒的，不行，不能让他接近酒房，万一偷偷喝酒，那可都是亏的老爷的钱。锦绣，我这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等酒出来了，你就去跟你爹说，由你爹负责运送。是运送酒水吗？锦衣姐姐。锦衣沉吟了一下道：负责运送每天的50到地里去。酒水虽然重要，可是咱们开垦荒地也不能放下，这也是重中之重。我知道了，锦衣姐姐。好了，那大家都去忙吧，咱们来到新家，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打扫，可不要让老爷觉得咱们是吃白饭的。三个丫头应了一声都离开了。赵百惠悄悄走到锦衣身后，吓了锦衣一跳。老爷，你怎么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赵百惠看锦衣的样子有点好笑。这好像是这2天第2次吓到锦衣了，我不会是有什么恶趣味吧？不行，这种不良嗜好应该保留好。锦衣，你现在可是越来越有小管家的气质了。都是有老爷在，大家才听锦衣的话，锦衣清楚的。如果没有老爷的话，锦衣早就不知道被卖到哪里去了。带着金手指穿越到古代，我买了4个豆芽菜一样的丫头，所有人都夸赞我一声。锦衣，你说咱们的酒水今天能在镇上大卖吗？我相信老爷，大家肯定会喜欢的。那锦衣喜欢吗？锦衣吐了吐舌头。锦衣才不喜欢，喝了酒舌头上就像吃了茱萸一样，太辣了。老爷天色不早了，得赶紧出发，要不要我去催一下？此时后院酒房旁边，景元爹大步走了进来。他娘，货准备好了没有？烦死了！来了来了。哼，你要是觉得我弄得慢，你就自己来弄。景元爹听后，一脸尴尬地站在原地。要不是锦衣小姐禁止男人进去，我早就进去了，肯定比你这婆娘要利索。不过这酒真的能上瘾吗？锦衣走了进来，向着景元娘问道：货准备好了吗？景元娘看到锦衣，收起了脸上的泼辣。锦衣小姐马上就好，最后一坛封上就好了。咱们要快一点，这次老爷只是去镇子上试一下酒水售卖，只带3坛，如果卖得好，可能下次就是几10坛，这么慢耽误了老爷的事情可不行。景元娘被这几10坛的数字吓了一跳。锦衣小姐，你看这酒房就我一个人，如果要几10坛，我是真的忙不过来的，能不能让赵老爷多派几个人来？锦衣听后也觉得有道理，毕竟几10坛酒一个人来，恐怕从酒房里搬出来都困难。对着景元娘点了点头道：我会跟老爷说的。这时景元爹也将3坛酒水都搬运上了牛车，出发去青牛镇。为了防止酒坛破裂，还在牛车上装上了沙袋防护。景元爹，你说这牛车多久才能到镇子上？景元爹有些拘谨，认真的回答道：老爷，10几里路还是有一会儿的，老爷要是实在无聊，可以休息一会儿。算了，慢一点没事，千万别把酒坛子垫坏了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正在此时，沙袋后面冒出一个头，给赵百惠吓了一跳。老爷是不是无聊了？要不要锦衣跟你说说话？锦衣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偷跑上来的。老爷放心，家里的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如果下面的人有什么不懂的，我也告诉景文，让他来应付了。这丫头不会还在记恨我吓到她2次，这是来报仇的吧？赵百惠声色严厉道：下次不准这样了。锦衣，听到没有？你一个小孩子在牛车后面我都没有看到，这摔下去了多危险。锦衣被训斥的有些落泪，赵百惠看到后有些于心不忍。好了好了，下不为例，听到了没有？锦衣一下子抹掉泪珠。知道了，老爷。牛车很快到达了青牛镇，赵百惠下车询问了路人，找到了青牛镇的交易市场所在。
咱们就把摊子摆在这里吧。好的，老爷。正在景元爹摆摊子时，一个巡捕一样的人走了过来。你们是干嘛的？赵百惠左右看了一下，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？大人，我们是来摆摊的。哟，我看出来了，摊位费交了吗？这还没有。请问大人，摊位费在哪里交？这个简单，你只需要从这条路走到头，再左转，再右转走到头，再左转，再走到头有个青牛街道。听着这一串的转向，赵百惠有些懵。就是去那里交吗？不是，那里人多，你去那里问。哦，赵百惠看着巡捕有些玩世不恭的样子，瞬间明白了，往巡捕手里塞了几文钱。小子，新来的吧？费用10文交给我就行。大人给你。送走了巡捕后，赵百惠摸了一把冷汗。古人诚不欺我，这小鬼就是难缠啊！老爷，摊子已经弄好了，咱们怎么卖？赵百惠看了看两人，一个像木头一样，锦衣还是个小孩子。看来还是得我来。锦衣，你就看着，今天我教教你这生意该怎么做。说着，赵百惠顺手抓住了一个旁边路过的男子。这位兄弟，我看你这是一表人才啊！哦，我隐藏的这么深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兄弟好眼力，在下请牛镇赛潘安。赵百惠愣了一下。赛潘安兄弟，要不要买碗酒水喝？平时卖30文的，今天打折只要15文。兄弟别走啊！赵百惠转头看到一旁的锦衣在偷笑。锦衣，你竟然敢笑我！锦衣是在笑老爷太笨了。那个男子不说有没有钱，一看急匆匆就是要去上工的样子，敢喝酒才怪。哦，好像有点道理。锦衣，你再看着。说着，赵百惠顺手就拉了一个书生一样的男子。我观兄弟一表人才，可是青牛镇人尽皆知的赛潘安啊！对，正是在下。那赛兄弟要不要来一碗酒水？只要15文。看着赛兄弟也不差钱的样子。那肯定。说着，书生掏出15文，拿过一碗酒，尝尝。尝尝。那我真喝了，必须得喝。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，书生喝了一大口，还没过一息就吐了出来。你这酒有毒。和其他锦衣玉食的孩子相比，锦衣从小就被卖到人牙子。赵老爷可怜锦衣，把他带回家，不仅给他吃饱饭，还教锦衣酿酒。在新酒销售第一天，锦衣偷偷地将小手背到后面，紧张地攥起拳头。老爷说这酒叫蒸馏酒，应该会被大哥哥喜欢的吧？你这酒里有毒。这个哥哥，这酒里怎么会有毒呢？这都是我们自己酿的酒。赛兄，这酒是我酿的，从头到尾我都在盯着，怎么可能会有毒？你是不是误会了？书生有些疑惑，这怎么能叫酒？你看这酒清澈的像水一样，哪里有粮食的影子？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样的酒。书生不依不饶，没办法，只能将钱退去。书生这才满意离开。锦衣，你说我们这酒真的有问题吗？锦衣也不知道，不过锦衣听说喝了酒会脸红，之前那个人喝了酒确实是脸红了起来，离开的时候也是摇摇晃晃，这应该是酒才对。确实是这样的，有可能是个人口味的差异，我们多找几个人试一试，说不定喜欢喝的人很多。随后赵百惠又在街上找人免费试酒，经过一上午的忙碌，终于也知道了原因。原来这个时代的有钱人都是喝黄酒的，度数不高，第一次喝蒸馏酒，当然觉得这不是酒。相反来说，这在穷苦人家更为容易接受，穷人身体劳累，更容易接受这种高度烈酒。锦衣看赵百惠有些气馁，老爷找到原因了吗？锦衣，这酒只有做劳力活的穷苦人家才更容易接受，但这酒价格又不低。老爷，锦衣觉得不同人有不同的口味，一般穷人家也会偶尔在街上的酒摊喝一碗酒解乏的，咱们不如就把这酒卖给街上的酒摊，让他们帮助咱们卖酒，这样咱们自己也省下了事情，酒也可以卖出去，经年累月也总是一份收入。赵百惠思索了一下，觉得锦衣说的有道理，这样也算找准了受众群体。不过我这想要靠着卖蒸馏酒赚大钱的想法彻底完了，就按锦衣你说的来吧。老爷，锦衣觉得想要酒打出名气，还要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咱们这个酒叫什么呀？咱们这酒以烈度闻名，就算是神仙喝上3碗也得醉，咱们这酒以后不如就叫神仙醉吧。神仙醉，这个名字好好听，我以后一定要多读书，要变得像老爷一样有文化。随后赵百惠找到不同的酒摊老板，承诺提前将酒压在这里，一碗酒成本15文，酒摊老板可以卖20文。终于是将3坛酒解决了，坐上了回家的牛车。刚出镇子，就有个面黄肌瘦的人拦了下来，景元爹瞬间如临大敌。
这是要做什么？不会第一次来卖酒就遇上劫道的了吧？老爷行行好，能不能给口饭吃？家里实在是没有吃的了。赵百惠长舒一口气，刚想说什么就被锦衣拉了一下。老爷不能给，你看看周围，还有许多人在看着呢。如果给了这个人，其他人也会来找老爷要吃的。可是咱们哪里有那么多吃的？一旦没有要到吃的，这些灾民就会变成劫匪。一旁的景元爹认同的点了点头。老爷，是锦衣小姐说的这样。那咱们家还缺人，不如带回去做个仆人怎么样？锦衣悠悠说道。老爷，这些人可不一样，他们有的人本来就是其他地方逃过来的，说不定以前就是一些事过主的仆人。今天如果老爷发了善心，那他们的样子就是明天锦衣的样子。赵百惠瞬间惊出一身冷汗，看来还是现代眼光局限了我。可怜的人也不一定是好人，不要理他，咱们直接走。牛车从灾民的旁边驶过，赵百惠不发一言，但站在一旁的灾民眼里却露出了浓浓的怨恨神色。这些人已经饿得面黄肌瘦，老爷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去人牙子吗？在人牙子好歹还不至于饿死。为什么？一直沉默的景元爹解释了一句：人牙子做买卖也是有要求的，还需要在官府备案签卖申请。这些人都是连路引都没有的灾民，万一失主，那人牙子的招牌也就毁了。看来人牙子是相当于一个中介机构，还是人牙子买人要更安全。正在这时，牛车像是受了惊，一下子停了下来。三个人出现在牛车前面，领头的正是刚才求吃时的灾民。赶快把吃的交出来，不然我们三个在这荒郊野岭的栽了你们也没人知道。就是这个小姑娘细皮嫩肉的，看起来就不错。我上次见到小孩子还是在临县的时候呢，那可真让人回味。赵百惠吓了一跳。回味？各位有话好好说，为什么要拦路抢劫呢？去做个工好歹也有口饭吃。这时锦衣也有些害怕，躲在赵百惠身后。做工，我们没路引没家人，谁会收留我们？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些老爷，天天鱼肉百姓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我们却只能饿着肚子。你最好乖乖听话，我们可是有3个人，看你这细皮嫩肉的样子，别让爷爷划伤了你这小脸。快把粮食和铜钱交出来，牛我也要。还有小姑娘也必须留下。赵百惠疯狂思考想脱身的办法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景元爹从牛车上拿出一把铁锄头，灾民们被吓了一跳。有铁器，大哥，咱们怎么办？为首的灾民转了转眼睛。老二你先上，我紧随其后，到时候抢到的东西你拿一半。我不去，你看那锄头上还有锈，这要是被打一下子，恐怕活命都困难。老三你去。老三沉默了一下，我只是沉默寡言，又不是傻。大哥，那怎么办？要不你发扬一下精神？发扬个屁！三人相视一眼，帘子扎手，风紧扯户。3个人缓缓后退。老爷他们走了。我听到了，就因为一把铁锄头就能吓跑3个灾民。景元爹看了赵百惠的样子，反而有些奇怪。老爷，这可是铁器，就算在镇子上铁匠铺买来，至少也要半2多银子。穿越小说污我呀！没想到在这古代，连铁器也算是个宝贝。不过这铁器上的锈，如果在身上划出血，确实能导致破伤风。看来古人只是生产力低下，见识是不少的。锦衣，好了好了，他们走了，不要害怕了。锦衣没有回话，身上还抖个不停。锦衣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老爷，锦衣小姐这像是吓着了，咱们还是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为好，防止那3个人又回头。赵百惠3人加快了速度，终于回到了赵府。老爷，刚刚我吓到了，对不起老爷，锦衣太没用了。锦衣没事就好，不过今天这个事情也给我提了个醒，咱们只守着一个赵府，但却没有相应的保护力量，这太危险了。老爷，什么叫保护力量？老爷是想要找护院吗？对，就是护院。锦衣了解吗？老爷，之前在人牙子也是有护院的，不过会些武艺的护院都去走标了。咱们能找到的护院，除非开高价，不然也只能找一些身体强壮的男子来当做护院。赵百惠思索了一下，问道：锦衣，如果要找有武艺的护院，大概要多少银子？锦衣不知道，不过锦衣可以去问一下。算了，锦衣你刚刚被吓到，还是好好休息，我去问吧。赵百惠随后叫来了景元爹、景文爹、
锦绣爹一一询问，终于得出了一个大概的答案。一个粗通5亿的护院，1个月的银子就要至少1两，但这钱不能省。如果大家有认识的护院，可以让他来我这里面试一下。如果可以，那老爷我就收了。大家这件事上上心。知道了，老爷。在赵百惠问话时，锦衣已经休息的差不多，来到了厨房。饭做好了吗？老爷已经一上午没有吃东西了。灶台上的景文娘赶紧应了一声，就差最后一道菜了，马上就出锅。对了，景文娘，老爷说你手艺不错，以后每天的工钱给您提到10文钱。真的吗？景文娘有些惊喜，一旁眼巴巴看着的景元娘和锦绣娘也露出了羡慕的神色。老爷说了，只要努力工作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，老爷就是这么说的。锦衣小姐，我们以后一定会更努力的。是啊，还要靠你在老爷面前给我们多说好话。大家把饭都端到饭桌上，女人们就一人拿着一个野菜饼子，聚在一起边说话边吃饭。今天是开工前的日子，你们说赵老爷会不会说话不算数？不知道，以前都是年底才结工钱，还要克扣一些，再还老爷一些账，有些时候都没有钱到手，还要问老爷借米，那可是9出13归啊！着急什么？赵老爷说了10天1结工资，就是10天1结，我相信赵老爷。在妇人们说话间，锦衣走了进来，男人女人们都凑在了一起，有些拘谨。大家不要紧张，我不是来讨债的，我是来给大家送钱的。锦衣招呼几个男人搬来了桌子，就拿起了账本。52牛家10天工钱是133文，你看对不对？对的话就上来领钱。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从人群中挤了出来。对的，对的。吴二牛有些犹豫地走到桌子前，他其实根本不知道对不对，也不会算数，只是他知道有这133文，再加上挖些野菜，就够一家人吃1个月了。下一个刘狗娃141文，数额对不对？很快10户人家的工钱都已经发完，锦衣叫过锦绣来说道：锦绣，以后管理酿酒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我还要盯着地上的事情，让景元爹娘在酿酒房做事，让锦绣来管，这样应该出不了什么问题。大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管理好。也不用太费心，这边的任务都是固定的，你只需要隔3差5的来看看就行，然后每10天要发1次工资。锦衣沉吟了一下，还有供应粮食和柴禾最容易出问题了，这方面要注意一下。我知道了，大姐，太好了，终于能像大姐一样帮老爷管事了。此时刚发完工资还没走的锦绣爹在一旁也有些兴奋。太好了，我闺女也要成为像锦衣那样权力大的丫头了。仅仅因为小娃长得细皮嫩肉，3个几天没吃饭的流民就将锦衣当作食物围了起来，还好一把锄头将几个流民惊走，才避免了几人变成菜人的命运。回到赵宅后，锦衣主动向赵百惠说起此事。老爷，大家的工资锦衣已经发完了，大家都说没有问题。还是锦衣妹妹做事厉害，小小年纪就把这么多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。赵百惠看着锦衣一直扭捏地站在原地，便问道：怎么了？锦衣还有什么事情吗？老爷，刚才我们在路上被流民围了起来，多亏了景元爹出门带了锄头，才救了咱们一命。锦衣觉得应该给景元爹一些赏赐，哪怕是几个铜钱也好，这样大家下次才会更卖力地为老爷做事。赵百惠听了锦衣的话，点了点头。锦衣难道认为我连这个也会忘记吗？景元早就已经拿着赏钱去送了。锦衣就知道老爷肯定比锦衣聪明的。另一边，景元拿着赏钱找到了爹娘。爹，老爷让我来给你送赏钱。赏钱？孩子他爹，你不是去镇子上卖酒去了吗？景元爹矜持了一下，把路上的事情讲给了妻子听。景元娘听到刘明也吓了一跳。孩子他爹，你要是出点什么事，我怎么活得下去呀？景元爹看妻子又要开始唠叨，主动问起赏钱。大丫，赵老爷给了多少赏钱？老爷给了1两钱。景元爹娘听到是1两钱，都面面相觑，没想到赏钱会这么多。既然赵老爷看得起我，那我把这身肉交给他又怎么样？想来他是不会亏待我家人的。黑夜渐渐吞噬了仅存的残阳，整个赵府都静悄悄的，只有锦衣和锦绣还在商量酒房的事情。既然咱们自己能生产酒水，就没必要让大家去镇子上买酒水了。锦绣，明天你从下工的地方挂一个牌子，咱们也卖酒，
就按镇子上普通酒水的价格，给大家也行个方便。大姐，我知道了。锦衣想了想，又说道：对了，咱们还要按照老爷说的，要给激励，要给保底，要把酒坊哪边人的那个积性给调动起来。大姐，是积极性。锦绣小声提醒道。对，没错，就是积极性。黑夜在赵府的上空缓缓退去，一声鸡鸣刺破了小城，大家都背着工具去地里上工。这时，峡谷口有2伙人相遇了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前面就是赵老爷家吗？我们听说赵老爷大慈大悲，说只要是身世清白的人来这里，最差都能给一口吃的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听说好像是这样的，赵老爷需要不少人开垦荒地，然后可以留下来种地。那您是？我是附近村子的，赵老爷这边需要柴火，每天我都负责送柴过来，半天3文钱，一天就是6文钱。前来投奔的人听到一天有6文钱，大吃一惊。三叔，咱们有活路了，一天有6文钱，这样大家都不用饿肚子。这时，赵百惠刚起床，和几个小丫头吃完早餐，几个小丫头就散去各忙各的，只剩下锦衣留下。老爷，咱们的荒地还是开垦的太慢了，算上开荒时间的投入，这样下去，怕是明年咱们都不能自给自足。赵百惠叹了一口气，看来这地方隐蔽有好处，也有麻烦的地方呀。锦衣，你不用。赵百惠刚开口，就听到下人通报的声音，之前负责建赵府的王老板过来了。赵老爷，我来的路上碰到了一群来投奔您的人，就顺路带过来了。听到王老板的话，锦衣吃惊地看向赵百惠。老爷不会是神仙吧？说缺人就来人了。麻烦王老板了，锦衣，你去安排一下。好的，老爷。锦衣找来了警员，一起去往赵府门口，见到了前来投奔的人。你们都是来投奔赵老爷的，对吧？底下的人面面相觑。你是哪家的娃娃？你家大人呢？锦衣听了话有些恼怒。你们来赵府的事情就是我来管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投奔的人群里叽叽喳喳了起来。三叔，这应该是大户人家的管事丫鬟吧？不过这也太小了吧，能相信吗？有什么不可相信的？你们没看到站在赵府门口的那个人？老头指了指景元爹，都对这个小丫鬟毕恭毕敬的吗？你们都给我放尊重点。人群安静了下来，领头的人往前一步说道：姑娘，我们都是来投奔赵老爷的，我们全都身家清白，就想求一口饭吃。锦衣顺着人群看去，大家都低下了头。你们刚来投奔赵老爷，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信任你们，如果想留下，必须先要度过考察期，当然在考察期间会管你们的基本吃食。领头的激动道：我们愿意。锦衣把安排的事情给警员吩咐好后，又回到了院子。老爷，都安排好了。赵百惠点了点头。正好王老板也来了，那就商量一下，抽些人在赵府附近修一批宅子，给这些来投奔的人住。说到这，赵百惠突然想起，对了，王老板您来找我是什么事？王老板听到这，也不打算矜持下去了，一狠心往地下一跪。赵老爷，我们实在是活不下去了，我今天来找您，是来投奔您的。走路路过狗的身边，都要扇2巴掌的黑心工头王老板，竟然在赵府跪下。锦衣和赵老爷看到这情况，被吓了一跳。赵老爷，锦衣小姐，我也是活不下去了，才来投奔你们的。王老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快起来说话。对呀，王叔叔，你先起来。赵老爷，您有所不知，我和手底下的人都是来自一个村子，而且还是叔伯兄弟。当初我们村子遭了灾，大家活不下去了，正好我当时在镇子上做学徒，才求爷爷告奶奶接了点工程，带着村子里的男人出来建围墙屋子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赵百惠看了锦衣一眼，锦衣也有些疑惑，这王老板不会是打着投奔的名头来找老爷打清风的吧？不行，一会王老板要是开口借粮，我一定要阻止老爷。锦衣想到这，开口道：王叔叔，你的经历，锦衣听了之后觉得很可怜，可是咱们赵府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借给你们啊。锦衣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是真的来投奔的。王老板闷声继续说：去年为了赶工期拿到工钱，结果出了一次小事故，死了1个，残了2个，
说到这里，王老板嚎啕大哭。残了的那2个还是我同宗同族兄弟的孩子，死的那个是我的亲侄子。这时一旁的赵百惠算是理解了王老板的难处。看来不论什么时代，当包工头都有风险啊。王老板，你的难处我知道了，以后你依旧可以在我赵府负责建筑队的管理，但是你要接受锦衣的管辖。王老板听到后大喜，赵老爷您放心，以后我都听锦衣小姐的。下面的人谁要是敢触锦衣姑娘的眉头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赵百惠看到点了点头。锦衣，接下来你来安排吧，我还要去酒房看一下。说完赵百惠就走了，倒也不是嫌弃麻烦，只是现代思维作怪，让赵百惠单纯的觉得熟人一下子变成了仆人，还有些不适应。王叔叔，咱们也是老相识了，既然你来投靠我们赵府，那就是赵府的仆人了，以后要切记，不可以再和老爷以朋友相处了。锦衣小姐，你放心，我懂分寸的。你带来的那些工人，赵府会根据具体的工作，按照男人劳累的程度来划分工资，大概每天的工钱暂时就定在6到10文钱。王叔叔，有问题吗？王老板听到这话，顿时觉得事来对了，当下感谢道：谢谢老爷，谢谢锦衣姑娘，你们的大恩大德，我王长江一辈子没齿难忘。锦衣安排完后续的事情后，来到赵百惠的房间汇报情况。老爷，建筑队的事情锦衣已经安排完了。锦衣，我大概是病了吧？老爷，得了风寒嘛？不是那个病，我总觉得之前还熟悉的朋友，今天就变成了仆人，让我有些许不适应。老爷是觉得有些难为情对吗？可是现在外面都吃不饱饭，老爷给了他们一口饭吃，这已经是天大的事情了。不要说是当仆人，哪怕是立长生杯，他们也是愿意的。锦衣，你说的或许才是对的，是我太矫情了。老爷，还有一个事情，咱们在镇子上酒馆寄放的酒水应该卖的差不多了。锦衣今天想要去盘一下账。赵百惠有些犹豫，前几天路上遇到刘明的事情，还让赵百惠心有余悸。锦衣，咱们还是最近不要去镇子上了，等招到了护院再说。好的，老爷。锦衣从赵百惠房间里出来，叫上景文，准备一起去田间看一下开垦荒地的情况。此时在必经之路上，有2个人早已在摩拳擦掌。大哥，咱们绑了你说的那几个管事丫鬟，那个赵老爷真的能给咱们钱？我听说这几个管事丫鬟可都是那赵老爷认的妹妹，他不可能不管，要怪就怪他太张扬，附近10几个村子都没饭吃，他这里还招工，不勒索他勒索谁？另一个劫匪崇拜地看着他。大哥，那咱们等拿到钱，是不是还要撕票？到时候咱们把小丫头们埋在哪里？说话的劫匪被敲了一下脑袋。还撕票？你小说话本看多了吧？等拿到钱，咱们就往远处村子一跑，就算是那个赵老爷要报官，也找不到咱们。有人来了。锦衣和景文正在去往田间的路上，路上一下子冲出来2个劫匪。你们就是赵府的管事丫鬟对吧？景文害怕地站在一旁一动不动。锦衣见状转了一下眼睛道：你们是来投奔赵老爷的吧？咱们这正在招工，一个人一天至少10文呢。大哥，一天居然有10文，那一个月不是得有？1、2、3、4、5。劫匪数了数手指头道：很多很多文。你怎么想的？一天10文还要出力气，但咱们要绑了这个小丫头，那可是想要多少个10文都有。劫匪转头对景文说道：我们就是下山来绑票的土匪，你们最好乖乖跟我走，不要让我动手。2位叔叔，你们想要绑我，然后去找赵老爷要钱对吧？见劫匪没有反应，锦衣继续说道：我是赵老爷的妹妹，她只是我的一个仆人，不如让她回去给赵老爷报个信，也好让赵老爷拿钱来救我，你们说怎么样？在灾荒年间，一个窝窝头就能换一条命。2个饿昏了眼的劫匪将坏心思打到了2个小丫头身上。大姐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我才不要丢下你自己走。锦衣小声对景文说道：景文，你要快点回去告诉老爷，不然咱们2个一个都走不了。大姐，这样的话，不然让你走，我留下来。
这时，旁边的劫匪打断了两人的悄悄话：“你们在这说什么呢？当我们两个人不存在是吧？”“对呀，我们也是有身份的。当着堂堂坤派弟子的面，竟然说悄悄话，你们说的什么？我也想听听。”“干正事呢，悄悄话。下次再听。”“两位劫匪哥哥，我刚刚在跟我的仆人商量，让他回去给我家老爷报个信，不然我家老爷不知道我被绑了，你们也拿不到钱，不是吗？”“啊，大哥，什么意思？绑了2个还要放1个回去？我看小说书本上都是绑完之后放个箭射到门口，然后让人家带钱赎人的。”旁边的劫匪恨铁不成钢道：“姐，你有还是我有？那东西如果咱们有的话，脑袋早就掉了。”“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”“那好，你就让你的小仆人回去报个信，就说我们要50两银子，少1个大字都不行，少1文钱就让你老爷来给你收尸吧。”景文听了话大吃一惊，竟然要50两！景一眼神里闪过决然的神色。景文，回去就跟老爷说，不用老爷来救我了，让老爷去报官，不能放任这2个人继续留在咱们附近，不能让他们伤害到老爷。景文点了点头。此时赵百惠正在赵府接见来投靠的刘明头领。赵老爷，我本名叫刘春生，您以后叫我老刘就行。我们都是一个村子的，其中大都是我的后辈。您需要做什么活，直接跟我说，我回去安排，保证没有1个不字。赵百惠有些好奇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我们本是隔壁镇盘社村的，因为庄稼欠收，交不起官家的税，只能逃荒了。赵百惠刚想开口，就看到景文着急的跑了进来。老爷，不好了，锦衣姐姐被劫匪抓走了。赵百惠吃了一惊。景文，你好好说，锦衣怎么了？景文随后将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赵百惠。老爷都怪我，是景文太胆小了，才让锦衣姐姐不得不自己留下。赵百惠被这信息冲击的脑袋昏沉。这时旁边的刘春生斟酌开口道：“这位景文小姐，老头子问一句，那劫匪一共有几人？”“一共有2个人。”“可带了什么武器？”景文想了一下，没有看到有武器。刘春生心中大定，转头对赵百惠说道：“赵老爷，您要是放心的话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。我本家有几个汉子，之前也是学过点招式的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做，就当是我们来赵府的投名状。”随后刘老汉叫来了4个本家的汉子，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，领头的汉子开口道：“赵老爷，这事情交给我，你大可放心，保证给您把锦衣小姐安全带回来。”另一边，锦衣被2个劫匪带到一个山洞。“你这小丫头，我们也不绑你了，你最好给我们好好听话，乖乖的不要找事。”“劫匪哥哥，如果我们家老爷给了您钱，您就会放我回去，对吗？”“那必须的，我们是有信誉的劫匪。”“50两，1文不少，我们也保证你伤不了1根毫毛。”听到50两，锦衣双眼也暗淡了下来。“老爷会拿50两来救锦衣吗？老爷有50两吗？”随后锦衣甩了甩脑袋：“算了，要死我也要做个饱死鬼。”锦衣看山洞外太阳逐渐落山，开口问道：“劫匪哥哥，咱们什么时候能吃饭？”听到锦衣说这话的劫匪，像是听到了好笑的事情一样。“吃饭，有饭吃，我们还用当劫匪？”“大哥，你不是还有个窝窝头的吗？”“你虎啊你！那是咱俩保命的口粮，怎么可能给这小丫头吃？万一拿不到钱的话，咱俩是不是都得饿死？”锦衣看到2人有些内讧，继续挑唆道：“锦衣没得吃，那劫匪哥哥你能吃吗？”“大哥，要不我吃点。”“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！知道什么叫保命口粮吗？”“烦死了！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我睡觉行了吧？”2个劫匪窝窝头没吃成，就开始赌气，一个躺在地上闭起了眼，另一个也有些生气，靠在了一边的墙壁。2人可能是身心俱疲，没过一会儿就响起了呼噜声。此时的锦衣有些奇怪：“我到底要不要跑？怎么连绳子都不给我绑？也是，这2个人穷的恐怕连绳子都没有。”锦衣蹑手蹑脚地走到山洞口，却看到山洞口有个头探了出来。“锦衣姑娘，我们是赵老爷派来救你的。”锦衣一行人终于赶在夜幕降临前回到了赵府，顺便还把2个毛贼绑了回来。此时在赵府等待的赵百惠也终于见到了锦衣。
老爷，锦衣差点以为就见不到老爷了。锦衣别难过，你是我妹妹，我说过的，就算拼上所有，我也不能看你受到伤害。如果这次没有成功，我已经通过王老板联系了县城里的镖局了，肯定不会让锦衣受伤害的。谢谢老爷。赵老爷，外面那2个小毛贼怎么处理？刘春生上前给刘一手打了个眼色，处理的干净点。2个绑架未成年女孩的劫匪口吐芬芳，却被刘老汉的一句处理干净吓破了胆。老刘，这么做没什么问题吧？赵老爷您放心，以前我们村子有土匪过来也是这么处理的，如果处理不干净的话，土匪还有同伙那就会很麻烦。赵百惠想了一下，也是，哪里有天天防贼的道理，那就这么处理吧。锦衣你怎么看？锦衣都听老爷的。刘一手听到赵老爷下令，立即吩咐2个人拖着2个小贼出去处理去了。这时赵百惠终于有时间仔细打量了一下刘一手，这位兄弟可是练过？回赵老爷，以前我们村子和隔壁村子抢水源，没练过点是真不行。老爷，这个大哥哥好厉害，刚才在山洞里几下子就把那2个劫匪制服了。咱们聘请这4个哥哥当咱们的护院好不好？哦，对呀，这不是县城的护院吗？你们4个可愿意当赵府的护院？刘春生看刘一手默不作声，便上前踹了他一脚。赵老爷他们愿意，我们愿意。赵老爷，那就每人每个月500文钱。这次你们5个就锦衣有功，赏钱奖励500文，一会你们找锦衣领。太好了，老爷有了这4个哥哥，咱们赵府以后就不怕坏人了。锦衣，以后你要是出门的话，至少要带上一个护院，这样我才能放心。老爷，锦衣知道了。处理完事情，大家都回房间睡觉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赵百惠拿着一个袋子来找锦衣。老爷，您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这里头装的可是好东西，红薯听过没有？红薯，锦衣没有听过。红薯，那烤着吃可是一绝。今天就让锦衣体会一下什么叫绝世美食。锦衣开心道：太好了，有好吃的了。赵百惠和锦衣拿着红薯来到厨房，把正在做饭的锦绣娘吓了一跳。老爷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有什么事您吩咐我做就好了。不是什么大事，我弄了些吃食，这样你帮我把火点起来。老爷，您要做什么？还是让我来吧。锦绣娘，你把火升起来就可以了。这叫烤地瓜，你不会做的，只有老爷才会做。老爷，那我去叫锦绣他们来吃烤地瓜。锦衣走后，赵百惠一个人弄了半天，不过一会儿，锦衣4人结伴而来。锦衣看到赵百惠的样子，笑了起来。老爷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的脸好黑。赵百惠递给几人一人一个烤地瓜，快吃，等吃完了我再擦。快尝尝，这烤地瓜可是超级好吃的。锦衣4人吃了一口后，也是鼓大了眼睛。老爷，这个叫烤地瓜的好好吃。锦衣，这个东西叫红薯，我更习惯叫它地瓜。以后咱们的地里就是种这个东西。锦衣点了点头，又咬了一口烤地瓜。老爷，所有荒地都要种红薯吗？咱们的种子够吗？还有这红薯的产量怎么样？面对锦衣一连串的发问，赵百惠顿了顿，解释了起来。1亩地2、3千斤总归是有的，至少是一般作物的10倍。听到产量，锦绣手里的地瓜一下子掉到了地上。老爷又开玩笑逗我们，这天底下哪里有产量那么高的东西？不信的话，咱们就来打个赌。景文开心地说道。太好了，老爷要给咱们好处了，爸都要参与。哈，几个见识浅薄的小丫头，有你们哭的时候。吃完红薯后，赵百惠带着锦衣一人来到仓库。锦衣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老爷我是神仙。锦衣只是平静地看着赵百惠，这让赵百惠有些挫败。不信是吧？赵百惠一挥手，1万斤的红薯就出现在仓库。哇，老爷好厉害！不是，这反应不太对吧？锦衣，你就不惊讶吗？锦衣笑了笑说道：老爷，我们又不是傻，早就猜到一些东西了。老爷，你天天和我们待在一起，从来没接触过其他人。老爷，你拿出来的那些东西，只能是凭空变出来的。老爷，其实我们不在意老爷你是神仙还是妖怪，我们几个这辈子都跟定你了。赵百惠眼睛有些尿尿。那就跟你坦白吧，锦衣，老爷我是意外来到这个世界的。神仙，老爷我有些法力，但依然还是普通人，会生老病死，所以你可别把老爷的秘密透露给其他人。老爷你放心，就算有人抓住锦衣，要把锦衣杀掉，锦衣也不会说一个字的。锦衣相信有老爷在，咱们一起努力，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正在这煽情的时刻，门外锦绣的声音传来：老爷不好了，门口死人了。锦衣和赵百惠从仓库走出来。锦绣，你好好说，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
有个妇人在门口哭。快带进来。不行，她进不来，她动不了。动不了。锦衣，那咱们出去看看。好的，老爷。赵百惠一出门口，就看到一个妇人躺在地上，身边围满了一圈人。妇人看到赵百惠，哭诉道：“赵老爷，我家男人被这东西给毒死了。”赵百惠定睛一看，妇人手里拿着黑乎乎的一块东西，这黑乎乎的样子，怎么有点像是煤？捡不到柴火的大聪明，掏了几块黑乎乎的煤炭，关上门闭上窗，独自享受着得来不易的一氧化碳盛宴。没过多久，屋子里还尚存一息的妇人拼命爬到赵老爷家求救。这个大鸟，你先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家相公不知道从哪里捡回来几块这种黑色的石头，拿回家后试了一下，遇水不溶，就放到火里面试了一下。没想到这黑乎乎的东西竟然能当柴火用。为了防止外面冷风吹进来，我们就关上门窗烧这石头，没想到把我相公烧死了。妇人说完后已经泣不成声。看来这是煤炭无疑了。赵百惠想了一下，指着煤炭道：“锦衣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”我看看。锦衣仔细端详了一下，回答道：“唐王人御写的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，西凉国进炭100条，各长尺余，其炭青色，坚硬如铁，名之曰瑞炭，烧于炉中，无焰而有光，每条可烧10日，其热气逼人而不可禁也。这应该就是石炭了。”赵百惠有些激动道：“锦衣，你是从哪里看到的？”是锦衣上次去镇子上从书铺里看到的。哦，既然古人已经发现了煤炭，没有道理不用啊。有了这煤炭蒸汽机，火车都能造出来用了呀。不对，既然古人发现了煤炭又没有用，肯定是有问题的。赵百惠想了一下，向锦衣问道：“那这东西可以点燃取暖，为什么大家没有用呢？”锦衣有些奇怪道：“老爷，有柴火为什么要用炭呀？”赵百惠一下子大脑超载。这时一旁的刘老汉上前道：“赵老爷，这是我来给您解释吧。我们不用这炭的原因是因为朝廷禁止私自开采，况且在平常年间，咱们只需要上山砍柴都用不完，用这炭可是会被毒死的，里面存有毒气。”赵百惠想了想，也明白过来，所以朝廷是为了防止有百姓私自开采煤炭回家取暖，导致丢了性命才禁止开采的。刘老汉点了点头，应该是的。老爷，这个妇人昏过去了。赵百惠一惊，我真该死啊，差点忘了。老刘，你去找景元爹，带上银子，快点将这妇人送去镇子上医馆，所有费用由我赵公子买单。是的，老爷。赵百惠转头对锦衣说道：“锦衣，你吩咐下去，今天不用去地里开荒了，把所有人集中起来散出去，去找一下这煤炭的具体位置。另外一定要告诉他们，不准任何人用这来历不明的黑色石头取暖。”锦衣听到赵百惠的话，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老爷，锦衣知道了，我这就去做。很快人都被集中起来，锦衣也说明了大家要去找着煤炭的样子。就这样，大家四散开来，在附近的山上寻找着黑色的煤炭。景文爹，你说赵老爷要我们找的这黑色石头是个什么东西？好像是石炭，我也是听我家丫头说的。这石炭好像可以烧，但是里面有毒。胡三听了画面露喜色，有毒气，我看是赵老爷想要独吞这黑色煤炭吧，肯定是要拿出去卖的。不行，我得先拿上一些。胡三不动声色地对景文爹说道：“咱们俩分开找，也能快一些。”妇人送上去往镇子上的牛车后，赵百惠也忍不住感叹：“知识就是力量啊，无知真可怕。一块小小的煤炭就要了一个人的命。”老爷，这个叫煤炭的石头充满了毒气，那朝廷为什么不拿煤炭去当做兵器呢？锦衣，煤炭只有在不充分燃烧的时候才会有毒气产生，而且中毒一般是发生在密闭空间里。赵百惠看着锦衣似懂非懂的样子，算了，锦衣，你记住，在我没同意之前，咱们的人禁止使用这种黑色石头。老爷，我要先想一想，这煤炭该怎么处理。赵百惠刚说完，景元爹就回来了。景元爹，你不是送妇人去镇子上的医馆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老爷，那个妇人刚走出去没多远，就已经没了。赵百惠叹了一口气，算了，把他们一家人好好安葬吧。赵百惠看了一眼锦衣，又看了一眼景元爹。锦衣太小了，还是不要让他看到这些了。
锦元爹，这件事就你来安排吧。知道了，老爷。锦衣，你去把刘老汉叫来。好的，老爷。没过一会儿，刘老汉就来了。老爷，您找我有事？老刘，看你的样子，以前也见过煤炭，不知道这些煤炭都是怎么处理的？这个一般会上报朝廷，然后通知附近的村子离开这片区域，防止有人再被毒死。赵百惠想了一下，下定决心。老刘，这东西咱们不上报朝廷，我要开采煤炭。刘老汉吓了一跳。老爷，这不行啊，这东西会毒死人的。正在刘老汉在向赵百惠科普黑色恶魔的可怕时，胡三听说有人找到了煤炭，偷偷的从后面溜了过去，抱起了一堆煤炭往家里跑。嘿嘿，还是我聪明，你们这些人傻了吧唧的，活该给人卖命，这白占的便宜居然都不拿。穿越回到古代，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从人贩子手里买几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回家，别人都背地里骂我是变态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每收一个仆人，系统每天就会补贴我10块钱。你的机缘就在千里外的青牛镇，只有那里才有你的一线生机。老道面前坐了一个面色坚毅的孩童，一脸倔强地说道：青牛镇就算只有一线生机，哪怕头破血流，我也要去试一试。赵府中已经知道了煤矿具体位置的锦衣来找到了赵百惠。老爷，你说的那个煤矿已经找到了，就在咱们东边的山上。找到了，那就好，安排人一定不要让人偷偷拿了去。知道了，老爷。收到赵百惠指示的锦衣，出了赵府安排人专门守在煤矿附近，防止有人靠近。此时天色渐晚，下工的锦绣娘回到了家里。孩子他爹，你在弄什么？锦绣爹有些兴奋说道：这就是赵老爷要找的煤矿，还是我聪明，趁第一时间就偷藏了一些。我听说这煤矿可是能取暖的，赵老爷肯定是想私吞这些煤。锦绣娘听了吓了一跳：你疯了啊！这煤矿可是能毒嘎人的，你这样是要把咱们都害嘎吗？哼，我早就打听清楚了，只要烧煤的时候不把窗户关紧就好了。再说了，有了这煤，咱们就能省下不少钱呢。那也不行，你快点把煤炭都交回去，不然我就自己去找赵老爷说。锦绣爹听到面色如灰。好吧，我交。切，败家娘们。随后锦绣娘把煤炭都带给了锦衣，锦衣看到后也没有惩罚什么。锦绣娘，你是个明事理的，这煤矿且不说能不能毒嘎人，你们都是赵家的仆人，哪里有仆人家拿主人家东西用的道理？你说对不对？此时锦衣已经将煤矿完全当成了老爷的私人财产。锦衣小姐，你说的对，我回去之后一定好好教训一下胡三。锦衣点了点头，锦绣娘也离开了。看来还是需要一些更严厉的奖惩措施，不然胡三这样的人以后还会有的。今天太晚了，明天一定要跟老爷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整个赵府都处在一个平静且忙碌的状态下，直到一天下午，一伙外来的人打破了这平静。老爷，峡谷口进来了一伙人，看起来不简单，有轿子。哪里？走，锦衣，咱们去看一下。轿子已经到赵府门口。一个护卫一样的人上前说道：谁是这里的主人？哦，你好，我就是这赵府的主人。我家主子走到这里有些劳累，想要借贵府休息一下，我们会付给你银钱，你看可行？赵百惠犹豫了一下，看眼前的人不简单，怕是不好拒绝。好吧，那你们可以住在赵府后面。多谢。护卫说完后，就回到车队去传递消息。刘一手来到了赵百惠身边。赵老爷，这伙人不简单。怎么说？刚刚那个护卫，看其手上的老茧，一看就是常年握兵器的，而且看其队伍整齐，怕不是军中出身。而且，刘一手有些犹豫。而且什么？而且站在那人的面前，我有一种一旦出手就一定会嘎的感觉。赵百惠吃了一惊，刘一手的身手他是见过的，那人能让刘一手有这样的感觉，其身手肯定远胜刘一手。希望这群人赶快休息好走吧，这都是什么事啊？对了，吩咐下去，赵府后院不要让人进去了。赵府后院，一个颜如玉的小公子从轿子里走了出来。这是到哪里了？公子，咱们到了青牛镇的一户赵家，根据卦象显示，这赵府就是公子的机缘所在。那就先住下吧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随着车队的人马都开始收拾起来，赵岩也拒绝了侍女的跟随，独自一人在院子里转了起来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后厨的地方。你是谁？锦衣见眼前的人陌生，便问了一下，随后又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说道：你是今天来的那群人对吗？对的。赵岩赶紧点了点头。你怎么这么小就出行了呀？你肯定是那人家的书童对吗？我是。好啦，既然见面那就是缘分，我家老爷说过，缘分妙不可言。虽然你过些天就要走，不过今天碰巧了，
我请你吃烤地瓜。烤地瓜？说着，锦衣从炉子里抓出一个烤得焦黑的地瓜递给赵岩。赵岩看到后，情不自禁地退了一步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给你吃好东西，你还嫌弃上了，我不给你吃了。我没嫌弃。看着赵岩还是不愿接近的样子，锦衣收回了地瓜，并向对方发送了一个嫌弃的眼神。小弟弟，你从哪里来的呀？赵岩愣了一下。小弟弟，他这是在叫我吗？我是从京城来的。京城？那一定很远吧？我最远只去过镇子上。京城有什么好吃的吗？赵岩也觉得眼前的锦衣有趣，便笑着回复道：京城好吃的可多了，有糖葫芦，有奶糖，还有好多好多东西。都没听过，肯定没有烤地瓜好吃。对了，你真的不吃吗？说着，锦衣又把地瓜递向赵岩。这次赵岩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过来。结果还没有吃，赵岩就感觉到一股钻心的疼痛从心口处迸发，忍不住按住了胸口。锦衣被这样子吓了一跳。你没事吧？小弟弟，你没事吧？我还好，让我休息一下就好。赵岩扶着墙站了一会儿，总算缓过劲来。刚刚吓死我了，我都习惯了，从小我就这样。锦衣有些怜悯地看着眼前的赵岩。你没去看过郎中吗？郎中说我这病没得治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是不是没有找到好的郎中？不然我去求一下我们家老爷，带你去镇子上的郎中那里看一下，那郎中可厉害了。赵岩看锦衣的样子，觉得有些可爱。我叫赵岩，你这小姑娘好有趣。哼，谁是小姑娘？我叫锦衣。你要叫我锦衣姐姐。锦衣，我出来逛得太久了，要回去了。以后要叫我姐姐，不然的话，我让府里的护院来揍你。此时，在赵府的正院里，进来了一位嚣张跋扈的妇人。你就是赵老爷对吧？我是，请问你是？我乃是当今赵王的乳娘。妇人说完后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让赵百惠有些不喜。不过妇人的话也让赵百惠心里一惊。难道今天来的人是朝廷的小王爷？这可不行啊！我的低调发展计划才刚刚起步，得想办法赶快送走他们。请问贵人，来我这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事情？你看看你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东西，连新的被褥都没有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吗？我可没请你们来。贵人您看，我这里实在是简陋，不如去镇子上的客栈居住，环境肯定要好很多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恐怕不行，我们就要在这里住，银钱是不会缺了你的。说着，妇人给赵百惠丢出一个银锭，给我们安排好的，一定是要最好的。赵百惠有些无奈，我这就去让人安排。妇人回到赵府后院，正好遇到刚刚回来的赵岩。见过小王爷。你这是去哪里了？我看这院子实在简陋，就让主人家去准备些被褥。赵岩皱起了眉头。你去找赵府的主人了？我就去说了一下情况。下一秒，赵岩厉声道：我来之前是怎么说的？不许给主人家添麻烦，是我的话不管用了吗？我这也是为了小王爷着想，不能受这点委屈啊！你给我闭门思过3日，这3天不准出来。妇人头上冷汗直冒。是，小王爷。接下来一连10几日的平静时光，锦衣也和赵岩这个新朋友玩到了一起。来蹲下，我们一起来吃烤地瓜呀！不行，锦衣，我天生蹲不下去，一蹲下去就会晕倒。郎中说不让我蹲下。算了，你太麻烦了，还是我烤好给你吃吧。赵岩听到后会心一笑，那谢谢锦衣姐姐啦。两人吃完地瓜后，来到了赵府附近的山上，欣赏风景。你看到那边那个山洞了吗？山洞是那个吗？对的，当时我被2个蠢贼绑到山洞里去了。锦衣，那你没事吧？锦衣看到赵岩紧张的样子，咯咯地笑了起来。你跟那2个贼一样蠢，我如果有事的话，现在还能站在这里吗？赵岩有些哭笑不得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赵岩，我看你穿着也不像农家的孩子，你从小应该天天都能吃饱饭吧？吃饱饭那倒是可以，不过我小的时候天天被逼着喝药，可苦了。喝药很苦吗？我没有喝过药哎。赵岩有些奇怪，你从小没喝过药，难道没生过病吗？我从小就在人牙子长大，如果生病了的话，休息1天就好了。赵岩听到锦衣的话有些心疼，默默地往锦衣身边又靠了一靠。锦衣，你放心，以后有我在的话，你这辈子的药我都给你买了。吹牛，
你连自己的病都买不到药。我的病有些不一样。赵岩说到这低落了下来。我父亲就是因为这个病嘎的，还有我几个表哥也是。我们家人都说这其实不是病，是上天降下的诅咒，是治不好的啊。赵岩盯着锦衣说道。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。我们家嘎的只剩我和我叔叔了，叔叔现如今的身体也是不好。如果叔叔再离我而去，那我们家就只剩我一个人了。赵岩垂下了头。难道真的治不好吗？对了，老爷是神仙，老爷肯定是有办法的。我去求求老爷，这事先不能跟赵岩说，老爷的身份要保密。我知道有一个神医，说不定能治你这病，改天我让他来给你看看，你肯定能好起来的。蹉跎了这么多天的赵岩，早就对老道的话失去希望，但看锦衣的样子，也不忍心拒绝他。好吧，不过咱们说好了，看病的银钱我自己出。锦衣和赵岩一路下了山，锦衣悄悄地走到赵百惠的房间。老爷，我回来了。锦衣这几天跟那个小朋友玩得开心吗？都快把老爷忘了吧？锦衣有些脸红。哪里有，锦衣才没有忘记老爷，锦衣天天都有想老爷的。锦衣突然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锦衣有些扭捏道。老爷，你是神仙对吗？啊，算是吧。怎么了，锦衣？那老爷你肯定会治病吧？赵岩他生病了，没有人能治好，老爷你肯定可以的对吗？看着锦衣有些期待的眼神，而赵百惠的注意力却全放在了赵岩这个名字身上。赵岩，这就是那个小王爷吗？锦衣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都交给赵岩，山间的美景、清澈的泉水，还有被绑架的记忆，却意外得知赵岩命不久矣。就有心切的锦衣着急地找到赵老爷求救。老爷，你就帮帮赵岩嘛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锦衣，你说说他怎么了？老爷你太好了，谢谢老爷。赵岩生了一种奇怪的病，他们的父母兄弟都病死了，看了很多个郎中都没有好，老爷你能救救他吗？这说的什么呀？乱七八糟的。算了，对一个孩子来说，不能要求这么多。赵百惠也不确定系统有没有治疗的功能，只能在心中呼唤出系统问了一下。系统，你可以治病吗？本系统只能提供物质帮助，不能直接作用于当前世界物质。赵百惠正想回绝锦衣的时候，系统又发出了声音。不过本系统可以通过扫描人体，制定出合理的治疗方案，以及提供用药，不过需要宿主自行兑换检测手环。那还等什么？给我兑换一个。一旁的锦衣看着赵百惠手中亮光一闪，出现了一个手环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老爷，你变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的呀？这是一个能检测疾病的东西，你给那个小王小赵带上，1个小时就能收集好信息，老爷就能知道他是有什么问题了。知道了，老爷。锦衣拿着手环走出房间，正好碰到了来找锦衣的景文。大姐，镇子上酒馆的账已经很久没有去收了，这样下去咱们酒房就经营不下去了。都怪我，这段时间只顾着玩了，都忘记了正事。景文，你去叫刘一手，我俩一会儿去镇子上收账。好的，大姐。锦衣着急的在后院不断张望，终于赵眼看到了锦衣，偷偷溜了出来。锦衣，你来找我玩嘛？我是来给你治病的，这个手环给你。锦衣把发光的手环递向赵岩。锦衣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还会闪闪发光的？这是那个神医治病的方法，你只要戴上一段时间这个手环，神医才能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。本就是将死之人的赵岩没有多想，直接戴上了手环。锦衣看到满意的点了点头。那我先走了。锦衣，你要去哪里？带我一起好不好？锦衣有些犹豫。我要去镇子上收账，路比较远，你主子找不到你会生气的。不会的，他们几天都不一定找我一次。锦衣有些羡慕地看着赵策，你这伙计当的可真轻松。那好吧，咱们俩一起去。赵岩和锦衣爬上了牛车，刘一手在前方赶车。不久后就到了镇子上，锦衣径直来到酒馆。老板叔叔，我是赵老爷家的丫鬟，来收一下酒钱。哦，来收酒钱呀？我看看。老板看了一下账单道，总共是10两银子。锦衣，赵老爷卖的是什么酒呀？10两银子的话，单价是不是很高？锦衣看了一眼赵岩，解释道：老爷卖的是我们自己研发的神仙醉，降价不高，才15文呢，只是量比较多，价钱也就高了。那我们赶快拿着钱走吧，我还没逛过青牛镇呢。等一下。锦衣转头对老板说道：老板，我能看一下账单吗？就这小姑娘，
还看账单，恐怕字都认不全了吧？哼，给你随便看。锦衣仔细地看了起来。不过一会儿，锦衣将账单递回给酒馆老板。老板，你看我们一共送了5次货，这里的入账记录也是5次，但是出账的记录却显示在第4次货还没卖完的情况下。老板，你这技术又从第5次开始了。我看看。你这小姑娘真是神了，确实是有一些账没算到，这样算下来，我应该多给你300文。那谢谢老板了。赵老爷有了你这个小管家，何愁家业不兴呀？赵岩也有些崇拜地看着锦衣。锦衣，没想到你还懂账单，你好厉害！整个赵府的账我每天都看，看得多了就懂了。赵岩，走吧，咱们去逛逛。两人在镇子里一直玩到太阳当头，刘一手一直默默地守护在两人身旁。赵岩，咱们得回去了，我还拿着不少的银子，在外面太晚就不安全了。那好吧。三人一路回到了赵府。锦衣跟赵策分别后，走到了赵百惠的房间。老爷，我回来了，从镇子上的酒馆收了10两多银子呢。哦，这么快？锦衣太厉害了，这个赵府幸亏有你。老爷，锦衣还想问一下，赵岩的病怎么样了？赵百惠沉吟了一下，系统检测手环收集信息是否完成？信息已收集完成，诊断为遗传性心脏病，根治办法：外科手术、保守治疗、心脏病特效药。就这条件怎么手术？系统这药效是多久？系统出品，必出精品，每月1粒，存活率超90%。给我来一份。老爷有办法吗？老爷可是神仙，能没有办法吗？太好了，老爷是最厉害的神仙。我查出他得的是遗传性心脏病，所以他父母兄弟才会因为这个病去世。什么是遗传性心脏病？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在他出生的时候，就从他父亲或者母亲身上流传下来的，以后也有可能传给他的孩子。老爷，那他这个病还有的治吗？有老爷在，你放心，用这个。古代小王子赵岩竟然患上罕见的遗传性心脏病，锦衣求来特效药为赵岩续命，赵岩的乳娘却横插一脚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竟然拿给我们家王赵岩吃？赵岩看着女人脸上有些不开心道：是谁让你出来的？我是担心您被有心人给骗了。你是赵岩的家人吧？我这是给赵岩找来的药，能治赵岩的病。你说能治就能治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京城那么多郎中都没有看好的病，就凭你一个小娃娃就能治好了？女人的话丝毫不客气，赵岩听到也有些恼火。关你什么事？你给我进去。要是平时的事情也就算了，但是这个小姑娘要给您吃，这来历不明的东西，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。锦衣此时也有些犯了难，好不容易给赵岩找来的药，看起来并不能送出去。这个是赵岩的家人，如果再闹下去，赵岩怕是会不舒服了。这个阿姨，你要是不愿意让赵岩吃，那就算了，我把药拿回去就好。锦衣，别！锦衣头也不回的走了。锦衣不会是生气了吧？你是诚心来给我捣乱的是吧？小王爷，您来这里寻找机缘的事大家都清楚，可是这样来历不明的东西，真的能治您的病吗？万一那是有心人送来的。赵岩打断了女人。锦衣是我的朋友，我相信他是不会害我的。我也相信那个小女孩不会害您，可是您身处高位久了，您是不知道这下面的人心思是有多么复杂。万一那东西是有心人借他的手送来的呢？我不想让您吃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，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意思。另一边，回到房间的锦衣有些气鼓鼓地对赵百惠说道：气死我了！怎么了，锦衣？你不是去给赵岩去送药去了吗？别说了，我真的是看错人了。那个赵岩根本就不要我的药，还出来一个女人，明里暗里说我这药有问题，这样明明是老爷耗费了自己很大的先例才做出来的，这赵岩也太不知好歹了。好了，锦衣，这是那个赵岩不知好歹了，咱们不要理他就好了。从那个女人过来嫌弃这个嫌弃那个开始，我就知道这大户人家不是什么好相遇的。另一边，赵岩将众人都召集了起来，面色有些阴沉不定。我们这次来是做什么？你们还有人知道吗？是为了小王爷来寻找机缘。那锦衣给我送药，你们为什么还要阻拦？我们这不是有些担心王爷您被人给骗了吗？万一王爷您要是出点什么事，我们有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那我因病去世，你们就能好过了。
女人被赵岩的话吓了一跳。不敢，是我说错了话。赵岩缓解了一下情绪道：护卫长，我的病你能治吗？这小的不通医术，小王爷的病在下治不了。治不了？为什么阻止别人给我送药呢？护卫长头上的冷汗直冒。小王爷好久没发这么大的火气了。实话跟你们说吧，我这次出来还肩负着给叔叔找治病方法的任务。如果这件事办砸了，你们一个个都要治一个欺君之罪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小王爷。时间很快到了秋天，赵府的一群人聚集在田地里，神色激动。刘老汉从地里挖出一个泥坨坨，扒开泥土，看到了一个和他拳头相当的红薯。这家伙可真大，一个就够我吃的了。老爷说了，今天收完了之后，大家一起尝一尝，据说味道不错。眼尖的刘一手看到地里还有红薯，道：叔叔，这旁边还有红薯呢。还有。众人疯了一样在地里挖红薯。刘老汉看着一小块地里挖出的红薯，有些魔障。是不是假的？是不是假的？这东西真是粮食吗？当着众人咬了一口。刘老汉仰天长笑道：是吃的，真的都是能吃的，哈哈！要是早有这东西，当年我家老三就不会被活生生饿死了。老三，爹想你啊！赵百辉在田里支了一个帐篷，看着眼前的一幕。老爷，大家都疯了，很多人抱着生地瓜啃，有的人一边啃还一边哭，也有一边笑的，吓死个人了。问题不大，大家只是太高兴了。这样，锦衣你安排人用刚收的红薯给大家做饭做菜，多做几样，等大家吃完了，情绪稳定了再开工。知道了，老爷。锦衣刚走不久，景文也兴奋地跑了过来。老爷，你没骗我吗？真的好多红薯呀，看样子不止1亩2千斤的样子。呵呵，那你就找人在不同的地方各自量出1亩地，统计一下亩产吧。老爷，我这就去。很快，锦衣就找到刘老汉，开始称量1亩地产出的红薯重量。出来了，第一块地出来了，快上称。刘叔，一共是3700斤。3700斤，你确定没算错？这时，负责称量第2块地的刘一手也赶了过来。叔，我那边3920斤，差一点就到4000斤了。4000斤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刘老汉被这重量惊得眼前一黑，栽倒在地上。穿越回到古代，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从人贩子手里买几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回家，别人都背地里骂我是变态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每收一个仆人，系统每天就会补贴我10块钱。不好了，老爷，刚刚刘大伯在收地瓜昏倒了。昏倒了？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因为热到了？可现在入秋的天气也不热呀。锦衣，你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吗？老爷，刘大伯是听说地里的地瓜有亩产4000斤被吓倒了。赵百惠对锦衣的话有些不解。这地瓜亩产4000斤，我记得我早就说过的。算了，咱们还是先去看看。赵百惠和锦衣来到赵府门口，正好看到刘一手和几个刘老汉的后人正围在刘老汉的身边。刘叔叔，刘大伯怎么样了？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可能只是被吓到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刘老汉也悠悠转醒。赵老爷，锦衣小姐，你们来了。刘大伯，你怎么样了？刚刚老爷听说你晕倒了，立马就赶过来了，还说要给你请个郎中来看看。谢谢赵老爷关心。随后，刘老汉面露善色开口道：当时赵老爷说这地瓜能亩产几千斤，老汉我只以为是在开玩笑，如今没想到这地瓜真的能做到亩产4000斤。不瞒老爷和锦衣小姐，当时我的3儿子就是因为没有饭吃才饿死的。如今看到这么高产量的粮食，心里实在是激动，一不小心就高兴昏了头。赵百惠理解的点了点头道：没事就好。随后赵百惠又转头对锦衣说道：锦衣，地瓜的亩产这么高，既然大家都这么高兴，不如今天下午就搞一个地瓜宴，由赵府买单请大家吃。锦衣听到赵老爷的话沉思起来，这地瓜真的能亩产4000斤，不如将大家每天的饭食一半都换成地瓜，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去镇上买高粱米的路途消耗，还可以尽量把这么高亩产的粮食给隐瞒下来。老爷，不如咱们今后把这地瓜作为赵府工作人的薪资，这地瓜是咱们自己种的，不仅简洁方便，还可以上浮一部分作为赵府佣人的福利，老爷你看怎么样？刘老汉听到锦衣的话吓了一跳。锦衣小姐，万万使不得，我们本来就是没有饭吃逃荒过来的，如今好不容易有了饭吃，
又怎么好意思要什么上浮的薪酬？刘老汉说完后，瞪了旁边的刘一手一眼。刘一手瞬间意识到了什么，随后附和道：“没错，锦衣小姐，赵府给我们的够多了，我们已经很知足了。”赵百惠在心里思索了一下后道：“就按锦衣说的来做吧。”赵百惠说完后，便带着锦衣回到赵府。刚进大门，锦衣就停下了脚步。锦衣怎么不走了？老爷，刚刚是不是锦衣没有经过老爷的同意就说了出来，让老爷生气了？看着锦衣红着眼的样子，赵百惠有些摸不着头脑，疑惑地问道：“生气？我什么时候生气了？”老爷真的没有生气吗？真的没有。锦衣听到答案后长舒了一口气，随后向赵老爷解释了起来。老爷，我想要用地瓜来代替府里人的饭食，是因为每个月咱们都要从镇子上买一些米面回来。锦衣想着，就算老爷有神仙的法力，也不可能乱用。于是锦衣便想用地瓜来代替下人的吃食，这样不仅可以节省下来路上的损耗，府里的下人也可以吃上自己种出来的东西，也会对老爷更加信任。赵百惠听到锦衣的话后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我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把这么多的事情都交给一个小丫头来管理，这都快累出毛病来了。此时另一边，刘老汉正聚集本家的亲戚，看着人差不多到齐后，刘老汉重重的咳嗽了一声。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那我就长话短说。大家还记得咱们是为什么来这赵府的吗？刘一手，你来说。是因为吃不上饭，逃难过来的路上，当时听说赵老爷连柴火都愿意花钱买，才想着过来碰碰运气的。没错，咱们当时都是快乐死的人，多亏了遇到了赵老爷，遇到了赵府，咱们才能有地方住，有东西吃。今天大家也看到了，那种叫地瓜的食物，亩产居然有4000斤，这么高产量的东西，老汉我可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。如今赵老爷把这种食物分给咱们种，这可是天大的机缘，也是咱们活命的保障，大家都清楚吗？清楚。刘老汉看着众人的反应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随后开口道：“那我今天就说一下，我建议咱们要自发组建护卫队，要保护咱们的劳动成果，更要保护赵老爷和锦衣小姐。”叔叔，我们都同意。刘一手说完后，刘老汉看着众人一脸认同的表情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这件事我会去和锦衣小姐商量一下。另一边，锦绣、锦元、锦文也都匆匆赶回了赵府吃饭。你们4个小丫头都知道今天田里地瓜亩产4000斤的事情了吧？看着众人都点了点头，赵百惠有些胜券在握道：“那你们还记得当时答应过老爷什么吗？”锦衣转了转眼睛：“老爷，锦衣可是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都随着地瓜吃到肚子里去了。”一旁的锦元刚想开口提醒锦衣老爷说过的话，一把被锦绣拉住，小声提醒道：“锦元先别说话。”好啊，你们4个串通起来，在这里骗老爷是吧？哈。那老爷，你说说有什么要求吗？这样才对。赵百惠沉吟了片刻，想到赵府外面还有一大块空地，心中顿时有了答案。咱们赵府外面还有一块空地，既然你们4个还欠老爷一个要求，那老爷就让你们在1个月内在那块空地上建一个家禽养殖基地。老爷，什么是家禽养殖基地？家禽应该就是鸡鸭鹅猪一类的家禽，对吗，老爷？没错，养殖基地的意思，通俗来说就是要养很多很多的家禽。听到赵百惠的话，4个小娃大吃一惊。穿越回古代的男人想吃肉，要建一个家禽养殖基地，却遭到了家里的4个女娃反对。为什么？难道养多一点家禽，让大家都吃上肉，这样不好吗？不是的，老爷，咱们如果要养殖家禽的话，需要很多很多的饲料作物。可是什么？咱们附近的山上，还有附近的村庄，几乎都没有饲料作物。老爷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在很早之前，我们家隔壁有人一次养了5只鸡，结果一下子就都病死了。赵百惠听了女娃的话，也意识到了什么，认真思考起来。这确实也是个问题。这古代也没有什么疫苗，卫生条件又差，要是赶上一次瘟疫的话，足够让所有的动物死个遍了。正在这时，赵百惠脑海中许久未见的系统发出了提示：恭喜宿主成功达到村级成就，系统将自动升级为村落级系统。系统？什么叫村落级系统？是要我建村吗？没错，发布强制任务，7天内在此地建村，村落命名为桃源村。我真的是不应该多嘴。跟系统交流完后，赵百惠看着几人都在，就顺势将建村的想法也说了出来。你们说，咱们以后这个地方改个名字，就叫桃源村怎么样？大家有意见吗？
老爷，我没有意见。我们也没有。看着几人一点疑问都没有的样子，赵百惠心里生出了一股无力感。你们几个倒是有点参与感啊，哪怕问问我为什么叫桃源村也好啊。好吧，那咱们继续第二件事情。锦衣最近将赵府管理的井井有条，那么我建议就由锦衣来担任咱们的桃源村村长，好不好？当官，老爷，我觉得大吉可以。我也相信锦衣姐姐。老爷，这个村长得老爷您来当啊，我来当的话，算是怎么回事？我就是一条咸鱼，我可当不了。而且这段时间你做得很不错呀，比我强多了。所以啊，以后我就接受你的领导了。锦衣刚想继续开口，被赵百惠制止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锦衣看着众人都期待地看着自己的样子，心中也有些感动。老爷这么信任锦衣，锦衣一定不能让老爷失望。3天后，很快桃源村的牌子就在峡谷口立了起来。随着一阵阵鞭炮声，所有人都显得喜气洋洋。我就知道当时来这里没有错，赵老爷果然是个好人。这人又在说什么胡话？你先把欠老爷的1头牛还了再说吧。锦绣爹面露怒色，刚想顶撞就被锦绣娘拉住了耳朵。别逼我在这最快乐的日子里扇你。好说好说，大家先停一下。今天趁着大家都在，我就宣布一下，锦衣就是咱们桃源村第1任村长，以后锦衣的话就是我的话，大家知道了吗？赵老爷您放心，无论是以后还是以前，我们也是愿意听锦衣姑娘的话的。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老爷，既然我当成了村长，是不是就能管村里的事了？赵百惠搞不清楚锦衣要做什么，机灵的点了点头。一直都可以。那我就要先设3个副村长，日后协助我管理村子，分别是锦绣、锦文、锦源。我不行的。我也成副村长了。你看，咱们家丫头也成官了，说不定以后还能照顾咱们。还有一件事，人无规矩不成方圆。咱们虽然是一个村子，但也要有自己的规矩，不然大家会乱成一团。我提议，今天就由老爷，还有刘大伯和刘叔叔，还有我们几个一起，在赵府拟定一下咱们的新规矩。这回刘一手眼疾嘴快，抢在刘老汉前说了出来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赵百惠很满意眼下的情况，点了点头，准备解散大家。正在这时，峡谷外跌跌撞撞的走进来一个人，仔细一看，正是村里的柴夫。这人的状态怎么不太对？刘老汉，你去看一下。好的，老爷。这柴夫之前是在赵府见过的，可是今天怎么没有被柴？脸色怎么一点颜色没有？走路也跌跌撞撞，不对，有问题。刘大伯，等等，先别去。锦衣叫住了走到一半的刘老汉。怎么了，锦衣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人状态不对劲，先远处喊话问问情况。这样也好。柴夫听到喊话后，也跌跌撞撞的往回走，走得越来越近，最后却倒在了地上。赵老爷，外面有瘟疫，不要让人出去。说完后，柴夫就昏了过去。赵百惠被吓了一跳，刘老汉也被吓得连连后退。有瘟疫。大家先不要紧张，在事情还没了解清楚之前，咱们先不要出去。而且我们村这里是上风口，趁风向还没改变之前，都先回家待着。大家都惶恐不安地四散回家，只剩下锦衣、赵百惠和锦绣等人。赵老爷，这瘟疫可都是要人命的，他可分不清什么贵不贵人的，咱们还是避免一下，散了吧。这人可是躺在咱们村前，咱们不能就这么不管。老爷，我听以前的老人说，瘟疫只要脸上挂上用水沾湿的布子就不容易传染。用水沾湿的布子，这不就是防止呼吸传播吗？跟现代的口罩相似。对了，这是瘟疫下系统就知道了。系统，给我出来，这瘟疫的具体情况你了解吗？样本数量不足，想要解析需要宿主亲自接触。亲自接触，